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令人兴奋的书籍《精益创业：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The Lean Startup， 作者是埃里克莱斯，他将激发你的创业热情，并为你揭示成功的秘密。这本书以科学的方法为基础，揭示了创业公司如何通过测试核心假设，构建可持续商业模式来实现成功。他教导我们快速开发产品原型，并通过不断收集客户反馈和经历，构建测量学习循环来不断完善产品。你是否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是否想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实现自己的创业目标？这本书将帮助你走上正确的道路，避免常见的陷阱和错误。在这个视频中，我将为你带来一些令人兴奋的创业成功故事，让你看到一些真实的案例，了解创业的艰辛和喜悦。我还将分享一些实用的技巧和策略，帮助你在创业旅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如果你渴望创业，想要了解如何打造一个成功的创业公司，那么这个视频将是你的绝佳选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探索创业的奇妙世界吧。接下来，请记得点击订阅按钮，点赞并留下你的评论，让我们一起展开这个令人激动的创业之旅。开始吧。创业公司需要与传统企业有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传统的管理方式包括制定计划和监督执行计划的人员，经理制定计划，设定里程碑，并将任务分派给员工，指导他们以确保按时完成里程碑。这种管理策略在经营时间较长的传统企业中有效，因为这些企业知道过去的成功经验，也能够预测未来可能的成功策略。然而，创业公司与传统企业不同，他们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因为他们没有过去，不知道客户的需求，也不知道哪种方法最适合找到客户或建立可持续的业务。为了找到可能有效的方法，创业公司必须保持灵活性，制定固定的计划和设定里程碑，或依赖长期市场预测，只会自欺欺人。然而，许多创业者仍然使用里程碑计划和长期市场预测等企业管理工具，他们像准备发射太空火箭那样，花费多年的时间进行调整，只有当他们认为一切完美时才进行推出。实际上，管理创业公司更像是驾驶吉普车穿越不稳定和变化的地形。创业者必须不断改变方向，迅速应对意外的障碍和死胡同。然而，创业公司也不应该完全放弃计划，采取混乱的就这么做吧的心态。盲目驾驶是不会带你到任何地方的。有人必须坐在驾驶座上，做出明智的决策，决定走哪条路。创业公司的管理团队应该努力了解自己的情况，并使公司朝着整体目标前进。因此，他们需要找到适合衡量公司前进方向的正确指标。创业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找到一个盈利和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无论多么复杂和详细的里程碑计划，无论执行计划多么高效，甚至无论媒体对创业公司的关注程度有多高，如果没有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这些都毫无意义。如果你希望你的公司不仅仅是一个暂时的个人项目，最终会衰落和消亡，你必须找到一种获取客户并通过为他们提供服务来赚钱的方式。假设你想以在线编织苏格兰裙的教学为核心建立你的业务，问问自己，有人需要这些教学吗？有没有办法通过他们赚钱？如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找到其他人确实需要并愿意为之付费的东西。因此，你的创业公司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一个能够在今天和未来都有效的模式。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找出潜在客户想要的产品，并将他们的需求转化为持续的收入。任何创业公司的管理团队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将整个公司，包括日常工作中的一切，都集中在实现这个主要目标上。创业公司越快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通过验证性学习找到你的可持续商业模式。为了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创业公司必须发现他们的客户想要什么以及如何从中赚钱。他们必须为合适的人提供合适的产品，并理解如何向他们销售。这并不意味着从一开始就要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相反，它需要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理想情况下是通过科学方法进行验证性学习。为了开始验证性学习的过程，你必须对某个市场上的某些产品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成功提出假设。例如，美国的顾客愿意在线购买鞋子，这些基本假设必须经过测试，只有通过与顾客交谈并验证，
创业公司才能知道自己在找到可持续商业模式的道路上走得正确。不要使用问卷调查或虚构的顾客，相反，在现实环境中与真实顾客交谈，了解人们是否会购买你的产品。最可靠的方法是向他们提供产品，观察他们的反应。以 Zappos 的成功故事为例，他最初的假设是人们愿意在线购买鞋子。为了测试这个想法，该公司在鞋店中拍摄鞋子的照片，并在一个虚假的网店中展示这些照片。当人们真正试图在线购买鞋子时， Zappos 发现他们的假设是有效的。通过这种方法，奠定了过去10年最成功的商业模式之一的基础。信念的飞跃假设，测试你的价值和增长假设。产品开发的一部分是信念的飞跃。创始人相信他想要创建的产品将来会取得成功，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为了迅速弥合信仰与真知之间的差距，每位创始人都应该制定并测试2个基本假设。价值假设，假设产品将为客户提供价值，也就是早期采用者将会发现并接受该产品。增长假设，认为产品不仅会吸引一小部分早期采用者，还将在后来找到更大的市场。这2个假设必须尽快进行测试，只有在它们被验证后，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开发产品。以 Facebook 为例，他们在社交网络只有很少用户的早期阶段就成功验证了价值和增长假设。首先，注册用户在社交网络中非常活跃，超过1半的用户每天至少登录1次，这是对价值假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其次， Facebook 拥有令人瞩目的用户激活率，这意味着它迅速获得了市场的渗透。在引入 Facebook 的大学中，有3/4的学生在1个月内注册，而公司在营销上没有花1分钱，因此增长假设也得到了证实。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使投资者坚信这个新的社交网络将来会取得成功，导致他们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开发一个最小可行产品，在市场上测试你的想法。许多创始人花费太多时间孤立地开发产品，却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真实的客户需要这个产品。如果你想创建一个可持续的业务，你必须尽快找出是否有人需要你的产品。获取关于你的想法的真实用户反馈的最快最简单的方法是创建一个最小化版本的产品。这个最小可行产品 MVP 应该尽可能简单，只包含顾客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够真实的体验你的产品如何工作，只需要足够的信息从他们那里获得有用的反馈。MVP 可以是产品的简单原型，甚至可以是烟雾测试，假装销售一种不存在的产品，上传鞋子图片到网店，即使你还不能卖出任何东西。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 Dropbox 的创始人为例，他们知道将他们的想法开发成产品需要很多时间，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简单而有创意的方式来验证他们的假设。市场上是否存在对一种新的、用户友好的数据同步服务的需求？他们制作了一个介绍他们想法的视频。创始人们认为市场上需要这样一种产品，他们是正确的。在一夜之间，有75000人加入了他们的等待名单。Dropbox 团队得出结论，他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因此他们可以自信地开始开发实际的产品。同样，每个创业公司在开始开发产品之前，都应该首先找出是否真的有人需要他们的产品，尽可能快速和频繁地构建、测量和学习。在寻找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过程中，学习是最重要的。每个创业公司都必须学会如何构建产品并从中赚钱。如果你与现实世界脱节，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你需要走出去，向客户展示你的产品，收集他们的反馈，然后从中学习。为了促进这一过程，建立所谓的 BML 循环。BML 代表着构建 Build 测量 Measure 学习 Learn 的循环。首先，你要构建一个简单版本的产品，比如原型或烟雾测试，然后将这个产品带到实际市场上，收集客户的反馈。通过从这个实验中收集定量数据，你可以测量对产品的兴趣。例如，有多少人点击购买按钮并试图从你的虚假网店购买鞋子。在测量时，确保不仅仅关注数字，还要与你的客户进行交流。如果你想理解你的数据，你应该了解客户的个人印象和意见。在一个循环中学到的东西应该用来构思和构建一个新的、优化的产品，这将使你进入下一个 BML 循环，然后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在这里，速度很重要。每个 BML 循环都有助于改进你的产品，
并为你提供了有关客户需求的宝贵见解。你完成的循环越多，找到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可能性就越大。使用分割测试优化你的产品。在开发和改进产品时，创业公司必须区分价值和浪费。他们必须找出哪些功能对他们的客户有价值，哪些没有。有价值的功能是那些帮助公司吸引更多客户或增加收入的功能，而那些没有这样作用的功能则是浪费的，即使创始人或工程师认为他们是最棒的。一个聪明的区分价值和浪费的方法是分割测试。每当你考虑添加一个功能或改变一个现有功能时，创建产品的2个版本，一个带有新功能，一个没有。通过测试2个版本，你很快就会看到哪个版本更吸引客户。最早使用这种技术的公司是邮购企业，例如，为了找出一个新的目录布局是否会增加订单，他们打印了2个版本的目录，50%的客户收到了旧的设计，50%的客户收到了新的设计。除此之外，目录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客户被随机分组，所以公司只需要比较每组有多少订单。这些数据回答了新设计是否是一个改进的问题。以同样的精神，任何创业公司都可以在实际实施之前对所有可能的变化进行测试。想知道你的网站用红色是否比蓝色效果更好？为什么不创建2个测试版本，跟踪几天内客户的点击率呢？在实际实施之前，你应该用这种半科学的方法对你希望对产品进行的任何改变进行测试。要为你的公司找到正确的商业模式，通常需要转变。许多创业公司相信创业成功的关键是坚持和铁意志的流行神话。有一位英勇的创始人拥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并经历了许多挫折，直到这个想法最终成为一个热门产品。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大多数创业公司陷入所谓的活死人之地，就像没有头脑的僵尸一样，他们根本无法领会提示，会继续努力销售市场根本不需要的产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应该不断问自己如何改进你的产品，帮助它找到市场。此外，你还应该定期询问自己是否需要转变方向，根本性的改变。转变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重新定义产品的核心价值，选择追求不同的客户群体，改变主要的销售渠道。转变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创业公司的核心假设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测试新的假设。决定转变可能是困难的，因此创业公司通常会避免和推迟做出这个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月举行1次转变会议可能会有益处。在这些会议上，你诚实地审视你收集到的数据，并问自己是否可能是一个需要转变的僵尸。许多创业公司在最终成为成功企业之前，不得不转变几次。以 Groupon 为例，他们最初是一个用于活动和筹款的平台，直到后来才变成了如今众所周知的每日优惠平台。虚荣指标经常会令人愉悦，但具有误导性，他们不会帮助你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没有任何一个创业公司能够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而不时停下来寻求指引，而这些指引是从检查正确的指标中得出的。为了判断你是否在朝着长期目标取得任何进展，你需要检查你一路上收集到的数据。不幸的是，许多创业公司屈服于使用虚荣指标的诱惑，那些令人愉悦但无用甚至有害的指标，让公司看起来很好，但并不帮助它更接近目标。依赖虚荣指标的创业公司实际上是在寻找商业等价物中的瘦身镜子，这使得很难面对实际问题并加以解决。例如，得到很多媒体关注和 Facebook 粉丝可能会令人愉悦，但不要犯把这些迹象解读为成功的错误。他们不能支付账单，你不应该浪费精力试图影响这些毫无意义的指标。其他虚荣指标可能包括你已经投入到产品中的工作时间或你已经完成的里程碑数量。这些数字可能，但不一定与你的创业公司的成功有关，因此目标永远不应该是将它们最大化。即使有人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仍然有可能浪费这些时间在从长期成功的角度来看是无用的事情上。要取得成功，你必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并发展一批使用你的产品的客户群体。如果你专注于错误的指标，你两者都无法做到。每个创业公司都必须定义其核心指标并进行适当的分析。为任何创业公司定义正确的指标并持续评估它们非常重要。只有通过看到指标的改善，你才会知道自己正在朝着找到可持续商业模式的长期目标迈进。正确的核心指标因创业公司而异，但通常包括付费客户数量的增加、
每个客户的平均绘画长度以及每1000个客户生成的推荐数量等。每个创业公司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指标，为其提供方向和对进展的现实观点。在分析数据时，使用所谓的队列分析可能会有帮助。与其仅仅看总体上收入或用户基数的增长情况，不如比较新客户与老客户的行为。假设你的一个核心指标是你的推荐率，为了了解它的进展，你应该研究以下因素：6个月前注册的客户平均多久向他们的朋友推荐了你的产品？4个月前注册的客户呢？2个月前呢？通过比较队列在本例中以不同时间注册的用户组成的群体及其各自的推荐率，你可以看到你是否在朝着目标前进。只有指标在改善，你才在进步，否则你就处于停滞状态。这里来总结这本书的关键信息：创业公司应该采用半科学的方法来测试其核心假设，然后基于验证过的假设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他们应该快速开发产品原型，并通过收集客户反馈并经历构建测量学习循环不断完善产品。创业公司应该追求什么主要目标，以及如何追求？创业公司需要以与已建立的公司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创业公司的目的是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通过经过验证的学习找到你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创业公司如何找到合适的产品和商业模式？冒险假设，测试你的价值和增长假设，开发一个最小可行产品，在市场上测试你的想法，快速而频繁地进行构建测量学习循环。为了找到适合你公司的正确商业模式，通常需要转变方向。创业公司如何找到增长的引擎，以及如何分析正确的指标？每个创业公司最初应该专注于一个增长引擎。虚荣指标经常令人愉悦，但具有误导性，它们不会帮助你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每个创业公司都必须定义其核心指标，并进行适当的分析。观众们，在阅读这本书后，我想给你们一些建议，以帮助你们在创业的道路上取得成功。坚持学习和实践。这本书强调了持续学习和实践的重要性，不断探索新的想法，积极尝试，并从失败中学习。只有通过不断尝试和迭代，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创业公司的商业模式。寻找正确的指标，不要被虚荣指标迷惑，而是要找到对你的创业公司真正有意义的核心指标。通过准确分析这些指标，你可以了解公司的进展和用户的行为，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进行分割测试。当你想要改进产品时，采用分割测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确定哪些功能对客户有价值，哪些是浪费的。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产品，你可以快速了解客户的反应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不断迭代和适应，创业是一个不断迭代和适应的过程。如果你发现现有的商业模式不可行，不要害怕转变方向，根据市场需求和用户反馈，灵活调整你的产品和业务模式，以找到最适合的方向。与用户保持密切联系，紧密联系，收集他们的反馈和建议。他们是你最重要的资源，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将帮助你打造出更好的产品，并建立忠实的用户群体。创业是一项充满挑战的旅程，但通过持续学习、实践和迭代，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并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创业之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激发你的思维，发现新的世界。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